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 Man 频道，我是阿 Man。那么今天没有错啦，又带大家来看新车啊！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个 Johor Bahru 冷冻的 MG showroom 嘛 ，MG 刚刚进入本地市场嘛，然后也正式发布了2款车。不过今天呢，就先带大家来看那一款。 没有错啦，从我身后你也可以看到了，就是这一辆 MG4 啊。不过呢，现在在我身后非常骚气的这个蓝色啊，它就是 Standard Spec 啦。啊，我懂你们没有兴趣看 Standard Spec 的，你们一定是要看那个加速3.8秒的那款 X Power 是不是？这个等下我们再带大家慢慢的去看一下。在看那个 X Power 之前啊，先带大家来看这个蓝色的 Standard 版本，因为啊这个颜色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喜欢啊。 尤其啊，这个 MG4 它本身的这个车身设计啊，还有线条都好啊，整个就是这种棱角角非常锋利的，所以搭配这种怪的颜色啊，其实你不会觉得它很夸张，反而觉得很 match 哦，很好看哦。既然我在现场已经看到了，就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Standard 还有 X Power 之间啊，我看到的比较大、比较明显的差别。首先外形方面呢，它的这个车头灯啊，当然就cut掉了 LED 啦，少了 LED signal。不过这个 LED 的 daylight 大灯的话，都还是有维持住。 虽然电动车是不用进风，不过在这个 lower grade 的部分啦，这个 MG4 如果 luxury spec 以上的话啦，就会采用这个 active grille 主动式进气格栅。standard spec 的话就没有，要在 luxury 以上的 spec 才会有啦。等下嘞，我们也会带大家一起去试驾这个 luxury 的 spec， 各位就敬请期待一下这个 MG4 它上路的实测的表现是怎么样。在那么精彩的影片接下去之前啊，各位先帮我点一个免费的订阅啦。 之后还有再更深入测试这个 MG4 的话，你才不会错过我的影片。OK， 首先呢，先来带大家看看这个 MG4 啊，它的车头设计是怎么样。之前这个 MG4 还没有发布的时候啊，就有一辆邻国车牌的 MG4 跟在我的后面啊。我从我的望后镜看过去的时候。 哇，真的是帅嘞！这个车头灯，整个就是机甲风啊！尤其是现在的纯电动车啊，其实就2种风格而已啊。你要就是那种很机甲，整个车棱角，线条感非常明显；要不然就是像 Aura 系列这样子，长到圆润、可爱这样子的啊。不过这个 MG4 呢就很明显，整个战斗机这样的感觉。OK， 首先车头灯方面啊，我身后这辆这个 X Power， 它的车头灯就是给到你满的 LED。 它的这个 daylight 它是这种一颗这样子的，并不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整条的那种 LED 灯条。这样 signal 呢，其实是隐藏在底下的这个部分啊。这个一般上我们雾灯座的位置就是它的 signal。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active grille 啊，主动式进气格栅啊，其实就是藏在底下这个部分啊。这边不太明显可以看得出啦，你是要真正看到实车，可能你就看得出它的 active grille 哪部分是 active 的啊。还有就是这个 body kit 啊。 这个我不懂是不是 body kit 啊，因为我看这个 standard spec 也是有啦，所以可能原装的设计就是这样子。不过在配色方面呢，这个 X Power 的呢，就是采用亮色 gloss black 的这个配色，整体看起来又更加atas了一点啊。当然，包括这个车漆，大家肯定也注意到了。这次啊，这个 MG4 X Power 的版本啊，主打的磨砂的墨绿色、浅绿色、军绿色，现在比较流行的配色，比较个性一点啊。包括刚才给大家看到的那个 standard 版本的那种蓝色啊，都是非常张扬、非常夸张的配色。然后这个 bonnet 盖的部分啊，还有一个凹面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是给你养鱼用的啦，可能是，是没有做开动的进风的处理啊。如果有的话就太过的海鲜。 MG4 的车侧呢，它的整个这个比例啊，我就觉得啦，还蛮大量的。因为这个 MG4 它其实主打的对手啊是 BYD 的小海豚，这个 MG4 它有点像是那种 crossover， 它的这个车身侧面我不懂大家 feel 不 feel 得出啦。我看到实车过后啊，就觉得它比较大量一点了。 在电动车上面啊，我真的个人很少会看到真正你在汽油车上面会看到的这种设计。续航方面啊，可能就会折扣一点点。不过都3.8秒了，你要什么续航？那个电跟它踩到完就对了。再回来这个 rim 啊，这边其实也有蛮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啦。首先这个盘的不知道实际的尺寸啦，不过就眼睛来看啊，绝对比现在市售的任何车款都大很多的。跑得快你也要刹得住嘛。盘这个打压啊，没有下足够功夫的话，给你再快的车也是不安全的嘛。再来嘞相信这个非常显眼的 caliper 大家也可以看到了。不过根据 Rider ATS 讲啊，这个呢就只是一个 cover 而已啦，并不是那个真正的 caliper。不过就我这样子瞄进去偷看到的啦，它的这个 caliper 的尺寸啊也是不小，也是比一般的车大一点点。然后在打压方面，它是采用 Bridgestone Turanza 的打压，
尺寸啊是235/45R18寸，级别是大条啊，这个打压又大又宽。整个车侧再往前走，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 body kit 的部分啊，又是采用亮黑色。然后当然这种车门边的胶条啊，也都是采用 gloss black 的来把它封起来，所以整个车看起来就会atas了，再一点点。然后 side mirror 方面呢，其实是有喷上黑色，不过在这个车门把手方面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还是采用和车身同色。然后车侧我还有注意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啊，它的这个车顶呢一般上我们车都会封一片那个胶条来遮盖掉那些焊接的位置吧。不过这个 MG4 它的整个车顶啊，它是整片自然过的。就我的了解啦，我在 Volkswagen、奥迪的身上是看过制造工艺啊，它的车顶呢在做出来的时候就是整片是一体的，所以就不需要有那个 rubber 来遮掉那个焊接很丑的那个位置啦。所以也可以猜得出啊，这个 MG4 它的车身的刚性肯定也是比较不错的。再来这个 MG4 的车尾啊，同样跟它的车头是相呼应的啦，就非常机甲的风格，包括整个车尾灯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啦。就是呀，各种直线、切线啊，最明显的灯组啊，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它就是整条一个 LED 这样子，同样贯穿式，现在非常流行的东西，这个在闪的地方啊，大家就可以看到。冤枉！车尾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啊，那就是在这一片啊，我的手是可以放在上面的。这个东西呢，你没有大尾翼不用紧，现在你有这个小尾灯，在上面吃 Maggi 面、喝汽水、车距 gathering 的时候，这个小坐板很好用了的。然后在这一片小桌板上面呢，其实呢它还有这些线条，这些没有错的话应该是会发光的啦。虽然没有实际作用，不过看起来够分析啊。当然呢，这种 hatchback 车款也少不了的大尾翼。这个尾翼的话 ，standard spec 也是少掉。X Power 的版本呢，手是可以穿过去的，是夸张的。这个尾翼呢，它有没有实际的 aerodynamic 的作用啊？我想这个也不重要了啦。就像我讲的，它够野。来到这个 bumper 的位置啊，下面当然肯定是没有 exhaust 啦，不过就用了这种灰色的饰板，然后同样这边有这些 diffuser 的设计啊，我相信也是没有什么 aerodynamic 的作用啊。不过就如我讲的，够分析，它够野。可以看到嘞，它的这个后备箱呀，电动车你知道的啦，我也不用特别跟你们讲了。当然就是没有 spare tire，它底下除了要放电池啊，其实呢它还是要放这个电动摩托。这辆 X Power 的版本啦，它就是采用4轮驱动。不过呢它就不像是我们的汽油车这样子啊，你要走一只 long shaft 去后尾嘛。这个 X Power 的版本啦，它就是前面有1粒摩托，后面也有1粒摩托，就可以做成了这个4轮驱动的方式啦。不过啊，其实在其他的 spec 啊，包括刚才拍给大家看的这个 standard， 还有我们等下会试驾的这个 luxury 版本啊，都是采用 rear wheel drive 后轮驱动，再加上电动车本身的大马力啊，如果你真的要拿去漂移，我相信是做得到的啦。因为其实很多它的这个同级对手啊，包括比较经济一点的这种电动车款啦，他们一般上都是采用前轮驱动啊，马达是放在前面的啊，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有蛮惊喜的地方啦。即使你是买到 standard spec 啊，你要拿来拉，你要拿来飘，都是做得到的。然后在这个 suspension 的部分啊，它的后面也是采用独立悬挂啊，并没有因为它是 hatchback， 它是 B segment 的车就用成 torsion beam。这点也是我觉得有惊喜、有诚意的地方。OK， 进入到这个 MG4 的车内饰啊，它的氛围并不会讲到很豪华也没有像到 Cherry 这样子太过 fancy 的感觉。讲难看吗？并不会。你讲会很廉价吗？也不会啊，因为它的这个 dashboard 方面啊，整片从主驾到副驾，它是比较软的 plastic 啊。OK， 诚意有道。再来就是它的这个冷气 panel 的这一部分啊，都是采用这种钢青黑的配色，整个看起来的感觉是不错的。不过就如我讲的嘞，它就不像是 Cherry 这样子，它少了氛围灯这个东西，你相信吗？有人拼命去加氛围灯，有人拼命把氛围灯移除掉。毕竟如果加了氛围灯给你，道理大家都知道啦，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过呢，这个 MG 它的做法，该给你的东西都给你，所以在价格方面它就控制到非常非常好。包括在这个 X Power 的版本上面也是，就算到我前面的那款 Standard 版本，同样也是。稍后我们试驾的 Luxury 版本是129千，算它130千都好了，130千给到你这种马力，这种续航。OK， 重新讲回这个 X Power 的内饰，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这个 Steering 采用双辐式啊 ，Two Spot， 它的这个地方就是镂空的，所以你的手啊，大家可以看到是可以这样子来抓的。至于 meter 方面这些你都知道啦，电动车肯定都是 fully digital 的。电动车敢跟你指正啊？哇，你跟我讲，我去帮你 complain 啊，不能够啊！再来呢，这个 MG4 它的排档方式也是蛮特别的哦。这个 MG4 呢，它就是采用这种旋钮的方式啊，这个就让我想到以前我有拍过的 Range Rover Evoque 啊。
可能这个 MG 是和 Range Rover 一样，都是来自英国的同胞，所以就都采用这种旋钮式的换挡方式。还有就是我现在坐住的这张座椅啦，有一些橙色锋线，然后再搭配上 Alcantara， 毕竟3.8秒的车，等下你要 cornering 要 lap 的时候至少这个椅子是抓得住你的。这个 Alcantara 呢，同样延伸到它的这个车门板这个扶手边的位置也是有 Alcantara。来到这个 MG4 的后座很明显它的坐姿，首先我感觉会比前座来的高，可能是它的后座的椅子下方需要放电池摩托等等的这些东西啦。空间感我就觉得输了一点好像坐在后座就变成坐 SUV， 然后你坐前座就还有那种传统 hatchback 的感觉奇怪，它的后座空间我对比起汽油车的话呀，就像是就是这样子咯。highlight 我才发现到它的后座竟然没有冷气，哪里可以？这个常年180度的国家，后座哪里可以没有冷气再来我又抓到了，这样薄。OK， 现在就是试驾环节，有 Rider ATH 狗狗陪我一起试驾。讲这种太快的电动车我抓不住了电动车大家最想知道的加速斜坡现在是斜坡他跟我讲没有battery了，不过加速还是这样快。有个小弯用点不正常的速度。OK， 定整个车很定有什么感觉？觉得 OK 的，因为这种电动车它的电池都是平铺在下面的嘛，整辆车就好像不倒翁这样，所以你在 corner 的时候那个重心是比较低的，它的加速响应很快。对如果是汽油车尤其是又在turbo车你又在 DCT 你踩一脚的时候，你先等turbo响一下turbo响完了到 DCT 响，2个礼拜我都在加一款国产的 DCT 的车款。他们的加速就是在起步的时候呢那个 DCT 的个性就很明显了，你要等它放 clutch然后车才会走。电动车所以它少了压箱，就少掉很多这些等的时间对，轻轻一脚你看再一脚再来一脚就是这种感觉咯，马上有的，不用等的。如果你是市区用肯定都是像我现在这种时速560是不会有什么很明显不舒服还是这样子的感觉。MG它全系列都是采用 rear wheel drive。如果你是一般像我这种城市用的话呢，相信你是感觉不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不过如果你是喜欢玩车、喜欢驾车，驾过欧系车、德系车都好了，你就感觉得出这个 rear wheel drive 的差别在哪里了。塞车了，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你驾电动车你遇到塞车你就完蛋了汽油车跟电动车完全是一个德巴类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电动车的话，在塞车的情况下，你的马达是没有运作的，运作很慢，所以就不耗电嘛。塞车对于电动车是来得更加 friendly 的，而且它的冷气极北冷。哇，冷！刚才我们一路加过来，冷到我。在马来西亚常年180度的国家 ，good job ADAS 方面它也是相当齐全你都懂电动车讲求未来、讲求科技的 ADAS 给不够，你要去抓来打屁股了咯。这个 MG 它全系列都是给到你满满的安全配备，包括刚才 Blind Spot 这些该有的都有。OK， 这样子在赛车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做个结尾啦。整个车刚才带大家看了外形、内饰，可能拍的东西不是那么的仔细啦。如果之后有机会借这个 MG4 出来，再跟大家慢慢的来仔细的聊一些可能使用上面我没有发现到的缺点或者优点。刚才的外形内装，我个人对这个 MG4 呢都还是蛮满意的。试驾来讲，我也是觉得短途还 OK 长途这个之后有机会试到的话，肯定我也是要赶跟他录了的。我相信在试驾方面我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体验到，这个之后再跟大家慢慢体验，慢慢聊。来，阿豪哥有什么东西要讲吗？对这个 MG4， 这个 MG4 有机会的话，雪邦剑 rear wheel drive 拿来玩的车嘞哪里不拿去录手棒？我要录那辆 X Power 3.8秒。马来西亚电动车市场里面加速最快又最便宜的一辆，就是 MG4 的 X Power。这个就期待我们之后把这个 X Power 拿下手棒，录搞它。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阿面，他是阿豪，我们下期影片见，拜。